我們今天繼續講第五味藥地黃啊，叫地黃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其實就是熟地啊，熟地的前身啊。大家平常治療這個婦科用的這個四物湯啊，還有治療這個體質比較虛弱的八珍湯啊，這裡面呢都會用到熟地啊，那黑乎乎的東西，那就是了。那麼熟地它的原材料名字呢就叫做地黃啊。一般我們這個地黃它有生地黃跟熟地黃的區別，當然也是炮製的這個不同啊，加工的不一樣哦。生地它的藥性還是比較偏涼的哦，味道也是甜的，所以這個《本草經》它就說這個味甘寒是吧？而且它確實是有緩急的作用哦，所以也是歸在這個甘味的家族嘛。那麼因為它生地它有一個問題啊，就是它比較滋膩。中醫叫做滋膩，比較難消化哦，所以它會礙胃妨礙這個胃的消化功能。所以後世呢，它針對這個情況，還得進一步進行這個加工處理。這個過程就比較繁瑣，叫做久蒸久曬，也就是講反覆的蒸，反覆的曬哦，蒸了然後曬，曬了然後蒸，這樣子來回9次哦，然後製作出來的成果呢，就是我們的熟地了哦。就是由於這樣子反覆的蒸曬呢，所以熟地它的藥性呢就偏溫了。哦，也沒有那麼寒涼，也沒有那麼礙胃了，所以大家像一般這個藥材湯裡面習慣用的是熟地習慣用熟地。那如果是治療某些疾病的話，那麼更多還是用這個生地它的藥性會更加強一點。那我來看一下這個《本草經》，它叫做主折疊厥經，傷中，主血闭，填經腹髓，長肌肉好，這一句話呢，它概括成4個字就是什麼？跌打損傷。是吧？大家看這個折疊厥經，折疊就是講因為跌倒還是因為外傷引起這個骨折是吧？然後厥經呢，就是講這個筋骨分離也就這個連接骨頭和肌肉的這個肌肉我們現在講這個肌肉韌帶它可能斷裂了然後肌肉拉傷了這種情況這個就是屬於這個外傷骨傷科那麼還有這個內傷叫做傷中。這個因為我們跌倒還是幹嘛撞擊這個劇烈的震盪以後它會導致體內這個血管或者是一些組織黏膜它會受損破損，所以就會出現內傷那麼我們說這個血閉，血閉呢它是中醫裡一個專有名詞症狀就是什麼？就是感覺這個手腳四肢像麻木不靈活這種感覺不聽使喚的用中醫的話講就是身體不仁。不仁，我們講不仁不義嘛，你這個人不仁，就是你沒有良心你沒有感覺嗎？對，所以不仁就是講這個感覺不到了一樣所以一個可能性是什麼？一個可能性是什麼？傷到了這個周圍的這個神經循環，四肢末梢的神經這個有可能這個屬於周圍神經損傷，它的問題是不大的。一般我們休養一段時間呢，它這個神經會再重新連接它會又恢復一個正常的功能但是另一種情況會比較慘一點就是傷到大腦，傷到我們講中樞神經脊椎這一方面的，那麼就比較麻煩它會引起這個麻痹麻木感。大家就看過這個中風的病人是吧？中風病人他這個腦細胞缺氧以後對於這個感覺神經傳達回來的這個信息它處理不了，處理不了呢，你就會感覺到就算你這個周圍神經它的作用是正常的，它傳達回來，但是你處理不了，你感覺不到你這個信息告訴你的是什麼，所以它也是会同樣出現這個四肢麻痹麻木這種感覺那麼這兩種情況呢，其實用生地用地黃它都可以改善，所以它這裡叫主血閉，可以驅逐這個四肢麻木的情況那一般我們說呢，這個傷筋動骨100天為什麼要那麼久為什麼需要那麼長的時間來養護？因為這個肌肉跟神經它要建立這個新的連接，它需要時間是吧？那如果這個期間我們不好好休息我們做家務東上東下跑來跑去，那麼它就影響這個組織它的這個重新連接的這個過程那修復的時間它就會延長就不容易好也會很有可能會影響這個未來正常的功能的發揮。所以我們講這個骨傷或者自動很重要，自動要以相對靜止的體態和行為來這個養護。那麼這一點我們講這個中風也是一樣的，中風經過這治療以後大部分人其實也能夠恢復這個正常的這個身體功能是吧？大家也可能有接觸過，只是說這個時間的長短不一樣。
為什麼長短不一樣啊？就主要看大家的配合度了，就是你有沒有好好配合人體，好好休息啊，這個很重要啊。有時候我們給病人最好的藥啊，病人都會講啊，給我最好的，但是病人哦，他自己又不聽話，還是一樣操勞啊，擔心這個啊，操勞那個什麼都要管哦，就很難痊癒哦，所以大家這一點要重視起來。那麼還有一種情況啊，就是我們講這個比較常見的老年性隱蔽性的這個腦內出血，這種情況啊是蠻常見的，因為這老年人他身體退化了以後啊，很多時候身體的平衡能力比較差了，而且你的感知能力也比較差，所以他有時候會跌倒，踩空一下，不知道怎麼就跌下去了，哦，所以有時候啊磕碰啊，老年人會覺得很正常，所以也不當一回事，哦。但是呢，發現了臨床有些人他後來會發展成什麼一些類似痴呆啊，類似這個記憶退化，然後變成手腳不靈活，然後反應遲鈍、口齒不清這種情況。那我們通常有時候啊，醫生問一下這個病人啊，問一下老人平常有沒有敲到啊、碰到啊，這個老年人也不記得的啊，由於太平常了，他自己也不在意。然後結果去檢查發現呢，腦內有什麼？腦內有出血、有陰影了。哦，然後已經壓迫到這個腦組織，所以它出現類似這個中風、痴呆這種情況。那這時候呢，醫生他就會用一些這個活血藥啊，活血改善了這個腦內出血的情況，那個就會好的。哦，所以這個時候地黃也可以派上用場，是吧？那麼骨折的話，我們說回骨折啊，其實就是要幫助促進這個成骨細胞的工作，才可以提高這個骨密度。哦，重新建立這個骨連接，那這個地黃呢，它也可以達到這個效果，所以這裡叫做填骨髓啊，可以增加這個骨密度。那麼肌肉筋膜它撕裂損傷的話，它也需要我們幫忙這個重建啊，地黃也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啊，我們人體重建啊，所以叫做長肌肉。那麼這兩個功效它的本質呢，我考慮了，還是可能跟這個地黃啊，它可以促進這個血管再生有關啊。大家知道我們外傷以後，比如說我們這個手術啊。還是說這個刀傷啊什麼，除了它可以破壞這個組織、筋膜、肌肉這個正常的這個排列以外，這些正常的連接以外，它還會破壞血管的分布，是吧？我們血管很細小，它這樣切下去，那個血管不是都是破壞的嗎？哦，而血管呢，大家知道是全身細胞的中介啊，所有營養都需要從這個血管裡面供應給細胞，所以等於說我們要幫助人體重建啊，第一個首要的是什麼？首要是建立這個供養營養的通路，就是血管了。那麼要保證供血呢，我們就要建立通路了嘛。哦，所以就叫做血管再生了。就好像一個道路哦，我們講已經裂開，它塌下去了，那麼車子過不去嘛。哦，那麼怎麼辦？那我們建立另一條有時候這個手術我們叫做建立側支循環，是吧？也是一個道理，人體也會建立側支循環那麼地黃呢，它就有這個優勢了。它就能夠促進這個側支循環，而且它這個優勢是什麼？它同時具備活血和止血的雙重效果這個在傷科治療裡面特別重要，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外傷會內出血嘛，那內出血我們需要及時止血，是不是？那麼地黃可以辦到。那麼止血了過後，我們要重新建立這個新的血管、新的這個循環恢復血流，那麼地黃也可以辦到，也可以改善這個循環抗凝血所以不管是這個急性期還是這個恢復期都需要用到地黃。根據人體呢，這個地黃它就會發揮不一樣的這個效果所以這個地黃特別的聰明，是吧？它是雙向調節的，就是我們講這個治療這個中風也是一個道理中風腦血管受損，或者是我們講堵着以後，這條通路它通不過去，有什麼辦法？那就建立一個側支循環這個地黃就可以派上用場了。所以金匱裡面大家知道張仲景他有用了大量的地黄，叫做防己地黃湯，裡面用了多少？用了2斤。2斤是什麼概念？我們講半斤8兩那1斤就是16兩，那2斤就是32兩了。那如果我們說這個1兩是15克的話，那麼32兩就接近了500克了一服藥的用量，這是非常大的用量，非常大然後臨床效果呢，發現蠻好的確實很好。尤其研究發現地黃它有一個成分叫做紫醇紫醇尤其是生地黄裡面多所以大家記住生地黄裡面多，它在缺血性腦中風的實驗模型裡表現出很好的這個神經保護潛力，它能夠幹嘛？減少這個腦細胞損傷的面積，減少損傷所以是什麼？就是越早你用上，那麼它損傷的面積越小，那麼它修復它這個後遺症的嚴重程度會更小更輕，所以大家可以參考這來用辯證來用這個藥確實很好
那麼除了內服以外，生地它外用效果也同樣好啊。所以《本草經》它接着說了這一段話，叫做做湯，除寒熱積聚，除痹，生者優良。這個做湯呢，我們考慮應該不是喝的為什麼？因為其他藥物啊，它沒有特別說做湯的所以這應該是特指是洗浴的湯畢竟外傷它也需要用到這個外用的藥嘛，是吧？像我們去這個日本泡溫泉那個古時候也叫做湯泡湯是吧？所以是外用的，外用是可以幹嘛？除寒熱積聚，除痹寒熱積聚呢，就是我們講紅腫熱痛啦甚至有時候這個嚴重的話，還會引起這個什麼發燒、怕冷、全身的反應了，是吧？會有的所以叫寒熱。它除了消腫以外，還可以止痛，所以叫除痹，痹痛而且後面還特別提到生者優良生地黃效果更好，是吧？剛剛我們也說過，建立這個側支循環這個紫醇它有很好的生津保護潛力，也是生地黃它比較多所以大家要記住，一般我們講治療急症，這個生地黃效果比较好那麼為什麼尤其這個外用我們還要考慮它寒熱的這個性質為什麼用這個生地？因為它藥性偏涼它對於這急性期紅腫熱痛它的有消炎的作用，比這個熟地黃它的药性偏溫嘛，它的效果更好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这個地黄它不是婦科藥不只是婦科药，它不只能夠用在骨傷、筋傷，甚至是涉及到腦血管、神經損傷的情況，它也可以用所以大家絕對不要小看好，那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個是地黃它是實打實的內外傷藥不管是內傷還是外傷，這個地黃的效果都很好，活血止血，促進血管再生，也能夠幫助這個人體修復尤其是在中風方面的應用更是由來很久的。最近好像聽了比较少中醫在用有點忽略了所以這個大家要重視起來。第二點就是這個內傷跟外傷它沒有絕對的界限中藥呢它是針對人體修復作用的，大家要知道。所以不管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問題，不管多麼千奇百怪，不管你是妇科月經不來，還是月經過多，或者是大便出血，或者是小便出血或者是中風內出血，這種情況都可以用一樣的藥來改善，就是地黃這就是中醫它先進的地方當然你改善症狀之後你要考慮這個病因是什麼。如果是大腸癌出血的話，那麼也不能不管嘛，那我們也要治療大腸癌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講辨病辨證要相結合不能獨一使用所以這裡重點告訴大家是什麼？中藥它是幫助本能的，它是幫助人體修復的，所以只要人体它会主动修復，它有這個功能的話，那麼這個藥它就可以幫上忙了所以等於說哪一天這個人他的本能不幹活了，那麼中藥它也很难幫上忙所以要知道中藥它是幫助本能的所以為什麼副作用很少好，那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了。如果喜歡我們視頻，可以訂閱、按讚分享出去那如果有什麼觀點、經驗看法呢，也可以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啦。